弟弟，你要包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嘎。端午节又要到了，那这一次呢，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北部粽的包法。那北部粽跟南部粽最大的差异呢，就是它的米是先炒熟之后再包，或者是直接用生米去包。那北部粽的话，就是用炒熟的米去包起来，然后用蒸的方式，就不是用水煮的方式。那我之前有分享过南部粽的包法，那有兴趣的伙伴呢，可以参考荧幕右上角的资讯卡，里面有关于南部粽的包法。那我分享的过程呢，是尽量讲得很仔细，所以包括材料的使用和准备，还有最后如何包起来和如何去蒸，所以呢，时间会比较长。那你可以移到你想要看的部分去看。那你如果是完全没有包过的呢，我是建议可以从头看起，这样你对整个这个北部粽的包法比较有一个概念。那南部粽跟北部粽还有一个差异就是粽叶啦。那因为呢，粽叶这种东西是因为地区不同会有不同的粽叶，它是属于在地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我买不到那种北部粽在用的那种粽叶，那种粽叶颜色比较黄，不太一样。那不同的粽叶会有不同的香味。那我个人是觉得我们这种南部粽的粽叶也是蛮香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这个北部粽如何制作吧。以上这些呢，是我这一次准备的内馅的材料，有香菇，那一定要选用干香菇，那数量算好，刚好是20朵，然后这个是红葱头，还有花生，那花生的量就你自己决定，看你想要吃到多少花生，那你整颗都是花生也不一定好吃啊。然后再来是虾米，那这个虾米呢有分成剥壳跟没剥壳的，那要选用这种有剥壳的虾米，吃起来呢才不会有硬硬的壳哦。那再来就是蛋黄，那现在蛋黄呢有涨价了变得比以前贵蛮多的。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肉，那这次我包的呢是希望可以多吃到一点肉有肉粽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准备这样子的五花肉2条。那五花肉上面会有一些比较肥的地方呢，我们等一下再把它处理掉就好了。但是也不能完全没有油，如果完全都没有油的猪肉去做的话呢，那个肉粽就不会香了。好，那我们首先呢，先来处理这个花生。那买的这个花生是生的，一定要先煮过哦。我们用热水呢去煮花生，大约煮呢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煮得太烂。煮得太烂呢，就没有吃到花生的 QQ 的口感了。好，这个干香菇呢，要给它洗干净，洗干净之后泡水静置，等它软化。那泡完水之后的香菇水呢，不需要倒掉哦，你可以留着，等一下我们在炒糯米的时候把它加进去，这样你的米饭会比较香哦。那我们来切这个猪肉，那切之前呢，你可以先把一些比较肥的地方把它去除掉。那我们切的时候呢，把它切成片状。那切出来的肉呢，不要太厚，大约跟小拇指的厚度差不多。太厚的话，你要把它滚烂，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了。好了，我们肉准备好了。这次我们准备的肉比较多可以吃到更多的肉哦。肉粽就是要有肉嘛。那再来，我们要准备要跟肉一起炒的这个红葱头，有加红葱头爆香的肉才会更好吃，所以红葱头是必备的哦。我们把它去掉蒂头和尾巴的部分，其余的呢，把它切成薄片状。好，红葱头准备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准备炒内馅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要来做内馅，还有炒这个糯米我们先加入少许的油，那要等它加温温度高一点，出现油温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爆香红葱头。好，油温差不多了，我们加入红葱头先爆香，加入泡过水的干香菇，
把这些辛香料的食材呢炒出它的香气出来，再虾米也倒进去。那等到香味都出来之后呢，就可以下肉了。那我们需要加少许的盐巴做调味，提出肉的味道和香气。接下来我们加一些水。然后再加入1米杯的酱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进入那个卤肉的过程，要把肉呢炖烂哈，让它变成有点控麻的感觉。那香菇的部分呢，就可以先把它夹取出来哈，香菇不需要下去炖。那你要注意水量哦，我们要以可以盖过肉为原则哦，所以这个水还没有办法盖过全部的肉，就再加水。那至于虾米的部分，我们不需要拿出来，到时候我们直接让它和在米中，吃起来就会有每一口都有虾仁的口感，还不错。那加水炖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刚才泡香菇的香菇水哦，这个香菇水还蛮香的，那可以把它加下去一起煮。这样煮出来肉呢，会有更多的香味。那我们就让那个肉慢慢去控哈，大约要过20到30分钟，肉呢才会软烂。那这样做出来的肉粽的肉才会好吃哦。那我们就慢慢等它控火暖。我们包肉粽呢，要使用的是长糯米哦，不要买错咯。那这个长糯米呢，要去米行买到的呢会比较新鲜一点。那有时候他们也会说这个叫做较尖的哈，他会问你说你要尖的还是圆的，你就说要尖的哈，长糯米就比较尖，它的米粒呢看起来就尖尖的哈。做那个咸的料理呢，都会用长糯米，圆糯米呢是用来做甜点类的了哈。好，那这个长糯米呢，我们把它洗干净就好了哦，不需要泡水哈。那这个使用的量呢是一个重点，我是用容积来算哦。我准备的米呢是800毫升，这个会关系到等一下我们要配水，水呢要比它多一些哈。我们水会准备1公升，所以这样800毫升配1公升，比较好处理，比较好记哈。好啦，我们的肉呢应该炖得够烂了哈，现在呢可以把它肉都先夹出来。好，光这个卤肉呢，看起来就非常美味了哦。好，再来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北部粽关键的过程哦，就是要炒这个米哦。北部粽呢是先把米呢炒熟，再来包。好，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卤汁哈，把这个刚才的米加进去，长糯米。那火呢可以开大一点，开差不多炉圈的火。好，那再来过程就是比较需要耐心哦，你要去炒这个糯米，它呢慢慢的吸收汤汁，它米就会膨胀，然后就是要炒到让它米心哦至少有7、8分的熟度了，我们再拿起来准备包。好，那这时候这个花生呢可以先让它下去跟米和在一起。那刚才我说这个米跟水呢要1000cc 的水。基底的水量呢，刚刚有估计，大约是已经有差不多500毫升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呢，再补进500毫升的水，水给它加进去。那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水量来估计米心有没有熟。那等一下炒到这个水分收干，然后米粒充分吸收了这个汤汁了，那它米心差不多就是7、8分熟。好，那这个是还有估算到它会蒸发掉的水的部分了。好，那剩下步骤就很单纯，就是你要有耐心的去炒它，不要让它在锅底粘黏。然后等米粒呢吸收汤汁呢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哈，所以要一些耐心，慢慢炒，慢慢等它熟透。
好了，我们水分收的差不多了，那这样子就可以关火了。哦，水都不见了，都被这个米粒呢充分的吸进去了哦。所以说北部粽哦，吃起来那个米粒啊，会有更多的那个汤汁的味道。好，我们把它盛装出来哦。哦，那这个样子哦，就是米心呢大约7、8分熟透的样子。我现在这样看起来就蛮好吃的。但是这时候还没有完全熟，所以一定要再包起来蒸哦。好了，我们这一锅准备要包的米做好了。那我们等米凉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准备粽叶吧。好，我们的粽叶呢要先煮过哈，把它煮软，顺便消毒杀菌哦。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锅子，然后把这个粽叶呢放下去煮。哦，不要只是用泡水的哈，因为这个粽叶呢都是放在户外的哈，是会有一些细菌那一些东西啊，不好的东西，所以呢一定要用这个锅子呢去煮它，好杀菌，顺便让它快一点软化。好，那渐渐软化之后，它就可以折了哈。就可以整个放到锅子里面煮了。好，那粽叶呢，你要看它够不够软哈，就是呢，你可以拿来弯看看，如果弯了会断掉，那就是还不够。它泡了足够久的话，它的韧性会出来，就是可以让你弯来折去哈，很像在折一块布一样这样子。哦，那个粽叶是很香的哦，你在煮的时候其实就可以闻到粽叶的香味。那包肉粽就是要让这个香味呢和着米饭一起吃哦，那这样会非常好吃哦。好，已经5分钟了，那我们可以关火了，准备要来包肉粽喽。我们要准备来包肉粽哦。那在包之前要准备这个肉粽绳。这个粽绳呢，你买的话一捆应该是会有20条，你包出来几瓜是20条，但是那个太大了，我们家里的锅子是没有办法蒸那么大，所以你要把它分2半，好，一半是10条，可以准备个钩子，把它勾在这个椅子上。那我们等一下包好之后，就这样子比较好操作，比较好挂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来包肉粽喽。好，我们包这个粽子哦，这个粽叶呢有大有小了哈。然后有长有短，那粽叶如果越宽哈，你包出来粽子就可以越大颗。所以你要包大颗，不是要大就可以大哦，是配合粽叶的。那我们是自己吃啦，所以我们大小不拘，所以不需要去做筛选。那包粽子的时候你要注意哦，这个粽叶有分2面，好，一面是有梗的，这面会比较刺，然后另一面呢会比较光滑。那你一定要记得，在包的时候要用光滑的这一面去接触你的饭粒，这样你到时候在剥的时候才不会沾一堆饭在上面哦。好，那我们包的时候呢，要2块这样交叠，好，记得方向正确，然后这个梗呢一左一右，我们把它叠起来，好，形成一个盛装的那个底部哦。好，那这2片呢，就是尽量一样大片。再来呢，我们要把它折起来。那折的时候你要注意，就是你看哦，这个我们是这个样子嘛，这个比较宽的，这个是在下面的位置，然后我就要从这一边去折，折比较少，然后就是我们在折的时候是这一边比较多，哦，下面宽的这边比较多。然后这边比较少一点，差不多取1/4的位置，好，这里把它凹下去，用你的无名指哦，把它凹下去，折过来，好，那这样子就可以形成一个放米饭的空间了哦，这个样子，好，那先放一点米。那因为这个是煮过的米哦，所以比较黏，你需要稍微压一下，让它可以扎实一点。
放2片肉，1颗香菇，这都量都是算好的。蛋黄也是1颗，再把饭包覆上去。好，然后这是第2个重点，就是你在包的时候，这个米饭呢，不要超越这一条边线啊。好，然后把它折过来，盖住它。然后这时候这2边呢会形成凸出来的位置，这2边要压下去。好，然后这边再打折，绕过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绑到重绳上了哈。那绑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结束的地方在这里嘛，结束的地方一定要包起来，一定要包到，所以要从这个位置这样绕过去。绕的时候顺便压紧，收紧绳子。好，然后绕一圈，第2圈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打结了。好，那这一颗粽子粽叶比较小，所以包起来就比较小颗嘛，没有关系。然后我们再来包1颗，那这一颗我们包大颗一点。你想要大颗呢，就要选大片的粽叶。像这一片就比较大片了。我们再配另外一片，这一片跟它差不多大。然后注意一下方向，这一面。好，那这样子交叠。那这里呢，就是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让它折进来。好，所以要这样折进来，这样你形成的空间才会大，才能包比较多东西。好，那可以感觉到这个就是比较大颗了哈。来，再放，先底部先放一些饭，记得要压一下。1颗香菇，那如果是比较大颗的，你肉当然就多一点没关系。1颗蛋黄，好，上面覆盖米饭，好，那就是记得不要超过这一条线。好，你就折过来，折过来之后再看一遍，这里2边要压下去。压下去之后，这里就可以让你折过来形成三角形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绑哦。好，再绑一次哦。那这时候你注意看，就是呢，你一定要把这个位置绑起来，因为这个位置是有折痕的，跟有这个收尾的地方，所以就从这个位置去绕，绕一圈，拉紧，第2圈打结。好，那我们第2颗就明显大很多吧？所以就是粽叶呢决定它的大小了。弟弟，你要包吗？你喜欢肉粽吗？喜欢。喜欢哦。好，那我包1颗特大颗给你吃哦，放肉。来，再来。好，这块好 ，OK。哇，这块特大颗的就给你吃哦。那你会用饭吗？会。把饭弄上去。哇，好，我来包，谢谢啦。这颗是巨无霸吧？对啊，你包的是巨无霸肉粽，多了。好。这一块我想吃。好，那这个巨无霸就给你吃哦，超多肉，超多饭，简直是一个便当。便当。无论多大颗还是可以绑起来了哈。有一颗特大颗的是，那颗是我帮爸爸包的，我包超大颗。第1下拉紧，第2下打结，就是这个原则，绑起来。其实包是很快的了哈。OK， 我们把它都包完吧。你看这个是有一面有梗，一面没有梗。你那个有梗的要在下面呢。
你用手指头去压，像这样子，这里，等一等，你看这里压住，这样你才有办法转弯转过来啊。好，放肉。很香菇一颗，好，就这样盖住。好，放汤匙把它压一压。好，最后一颗，刚刚好包光光哦。最后一颗就剩下的都包，所以包超大颗的。最后一颗大肉粽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样做总共20颗的肉粽。如果20颗一起蒸是不太可能的，那个要营业用的超大蒸笼才有办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做了这2串呢，总共20颗的肉粽，接下来就把它拿到炉子上来蒸喽。蒸好就可以夹巴掌哦。哇，好重，金当哦。好，我们要来蒸这个肉粽。那因为我们是分成10颗10颗一串哦，所以这种锅子啊，家里的蒸锅就可以放得下了。稍微把它压下去，整理一下，才不会太高。然后第2层再放1串，刚刚好。那蒸的时间是30分钟到60分钟，你可以依据你的口感来决定。我是建议先蒸30分钟，因为你会放着不会马上吃嘛，等到你冷掉想再吃的时候再回蒸，那个时候呢，它蒸出来的熟度就会比较刚好。不然你一开始就蒸到1小时哦，你之后在蓄热的时候就会变得烂烂的，就较不太好吃哦。热腾腾的，热腾腾的，热腾腾的肉粽做好啦。这做好了。我们等一下马上来吃肉粽哦。马上来吃肉粽哦。那我们晚餐就吃肉粽啦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哦，看看真的怎么样哦。刚蒸好的肉粽哦，其实是不会粘在粽叶上的哦。你如果放冷了呢，冷了之后油脂凝结，它就会粘在粽叶上。所以如果不想粘的话，你可以把它蒸热再吃，就不会粘粽叶了。现在物价一直涨哦，像这个肉粽啊，你要买到这样的料，大概都要50-60块了。等一下，等等，忍耐，忍耐，一起开动。我们吃这一颗吧，是偷吃的。不要偷吃啊！等一下不敢偷吃，妈妈有在监督哦。等一下一起开动啦！这好像是我的哦，这一颗也是爆料啦，而且这是我包的，是吗？爆料，这里还有一个香菇。对，我有一个笨香菇大爆裂，对，我香菇也大爆裂。对，这个裂开了，因为料太多了，它抱不住。不知道。哦，这是我包的，蛋黄跑出来了，真的。蛋黄的呢？好啦，可以吃了啦。来，弟弟去做好吃哦。好，你的超巨大肉粽，超级无敌。好好吃的看看，我自己先尝尝看看 O 不 OK 了。这个米的熟度这样差不多。我因为是要马上吃哦，所以没有说蒸30分钟而已。我蒸的时间是45分钟。米的软烂呢，我觉得刚好。这个米真的很香。这次这样子做北部粽的做法，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米饭。它的米饭呢，因为在制作过程会完整的吸收那些汤汁。那汤汁里面有香菇的香味、红葱头的香味，还有虾米的香味，
整个味道都被浓缩在里面，所以它的米饭呢是特别获胜。然后因为它不会在水里面煮嘛，所以也不会有糊糊烂烂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北部粽这样子做法做出来肉粽也是很好吃啊。爸爸，你下次要拍什么？下次，你有发现陈一多每次都是问这一句吗？可是我们每次都说拍，说的都没有拍。要拍什么？下一通啊，凉面、那个凤梨酥，意大利面，对，凤梨酥，凤梨酥啊，那有馅的吗？你之前做的都没有包凤梨耶。我们说的会包凤梨啊。妈妈哥，你这妈妈加辣辣吃，妈妈喜欢吃辣，你也加太多了吧。对，不小心手滑然后一下。对啊，你有多包几颗？还有单吃蛋。就20颗啊。那我明天可以拿来给同事吃。不要那么浮夸。你每次的表情都是这个，眉头深锁，然后比赞，还蛮怪的哎。我弟弟嘞，那我这部分会有一个好吃的感觉。吃的感觉。爸爸，它的米会反光亮亮的。那个会用油亮、油亮亮来形容，会吗？你就说哇，这个米粒非常的油亮哦。美味好吃的肉粽，我做得出来，你一定也可以哦。他做得出来，你一定也可以哦。很简单哦。你一定也可以哦。对，然后可以包自己想吃的东西。好，那大家赶快去包几串来吃看看吧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拜。